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咖系列长剪大披肩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区之社进入查看。披肩包含主体、钩边和流苏，先钩主体，然后沿着外围钩一圈边，最后制作流苏。开始学习主体，最外围一圈短针是钩边，暂时不用看。主体是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辫子来回往返片钩。钩针过程中需要换线，由于线材特殊不易拆卸，大家可以先用家里的零线，跟着视频学习钩织方法，熟练后再对照图纸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这款披肩用到2种线材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分别称为线1和线2。首先用线1对应的线材进行锁针起针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视频用棉线演示，并且颜色随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产品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如果不太会锁针起针，请参考以下详细视频。左手挂线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针头朝下，逆时针绕一圈。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左手食指挂的线和线头同时用力，稍微拉紧。这一步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挂在钩针上的线圈下方的一个辫子，即表示一针。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这是第2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每钩织几针，就需要往钩针方向移动一下左手。这就是锁针的钩织方法。小样起针数较少，大家用线1起针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。一个辫子就是一针，钩针上的线圈不算。然后开始钩第1行。我们看图解时，按照箭头指向来看。例如第1行就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开头就是用线1立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，然后在倒数第5个锁针上挑上方一根线，钩一个长针。我们先钩长针未完成针，绕线一圈，穿入钩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。这个就是长针未完成针。接着
取出线2对应的线材。左手挂线2，绕线，将线2一次勾出，稍微调整一下，线2的线头预留5到10厘米，线1稍微拉紧，这样一个线1的长针就勾好了。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，这个就是长针的针目。继续用线2勾一个长针，线1和这个线头边勾边包裹在里面，绕线1圈，钩针挑起，左侧相邻锁针的上方1根线，这2根需要包裹的线放在钩针上方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绕线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再绕线将线一次勾出，长针完成。这里也同样形成了一个线2的长针针目。总共要勾9个线2的长针，每次钩织时都是挑左侧相邻锁针上方1根线钩织。并且线1和线头同时包裹进去，现在就勾好了第2个线2的长针，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6个。注意，包裹的线不要卷在里面，也不要拉太紧，轻轻拉直即可，保持织片平整。大家也可以将线头藏完，这里我就剪断了。完成后，最后一个线2的长针要先钩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从后面挂线1，绕线将线一次勾出，调整一下松紧，这样第9个线2的长针就钩好了，同时也完成了换线。这里也对应有9个线2的针目。
这一行接下来就是交替用这2种线分别钩9个长针，暂停钩织的线都要边钩边包裹。并且及时查看包裹的线是否松紧适度。每次第9个长针都要先钩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换另一根线钩出即可。注意，换线都是从后面挂线钩织，这样这一面没有明显的换线痕迹，比较美观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钩完最后一组完整的9个长针。完成后，应该用线2钩3个长针。注意，下一行开头是用线1钩织，因此第3针结尾要换线1钩出。现在主体第1行就讲完了。我们将第1行的正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继续钩第2行。这一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在反面钩织，先用线1立3个锁针。注意，第1个锁针钩织时，将线2像这样放在线1上方，边钩边带上来。完成后，翻到反面，注意，从1行的反面看时，针目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，起立针对应第1个长针针目。继续用线1在第2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同时换线。不要忘记包裹暂停钩织的线。在反面钩织时，可以从前面挂线钩出。继续每种线材交替钩9个长针。在反面钩织时，每次换线都可以从前面挂线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钩完。这一行结尾是3针线2。
注意最后一个长针可以挑边缘起立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，如果找不准，大致挑2根线即可。结尾要换线衣钩出。现在小样第2行就钩好了。继续学习第3行，这一行又是在正面钩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。以后每次在正面钩织时都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在反面钩织时都是从左往右看图解。正面就是起针的线头在左下角时对着自己的一面，也就是第1行纹理清晰的一面。开始钩第3行，用线衣立3个锁针，以后每次开头第1个锁针都要将另一根线带上来。由于这一行开头只要用线衣立3个锁针，紧接着就要换线2钩长针，因此我们钩完第2个锁针后，换线2钩出。可以发现，这里就形成了3个线衣的锁针辫子，同时完成了换线。翻到正面，继续用线2和线1交替钩9个长针，换线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这里不要拉太紧，保持起立针的高度，将这一行钩完。注意，每一行的最后一个长针都是挑上一行锁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。由于第4行开头与第3行结尾是同一种颜色，因此最后这个长针不用换线，正常钩织。第3行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4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对照图纸换线钩长针，另一根线边钩边包裹。反面换线时，我们可以从前面挂线钩织。
现在小样第4行就勾好了。披肩主体整体上是每20行一个大循环，也就是每次勾完20行后，就继续从图解第1行开始勾，无论哪一行，除了首尾，中间都是9针一次换线，每次都是在一个颜色的最后一针结尾换线勾出。换线勾出时，正面都是从后面挂线，可以参考第1行；反面都是从前面挂线，可以参考第2行。每一行最后一针勾之前，可以提前看一下下一行的第1针。如果是同色线，就正常钩织，例如第3行结尾。如果不是同色线，就要在结尾换线勾出，例如前2行结尾。另外，如果遇到第3行这样的情况，也就是起立针完成后就要换线钩织，需要在钩第3个锁针时就换线，这样刚好形成3个对应颜色的锁针辫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一团线快要用完时需要接线，方法与第1行第1次换线2的方法相同，也就是先钩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直接用新线勾出。后面边钩边将线头包裹进去即可。接下来大家继续对照图纸，一直钩完最后一行。钩一段高度后，可以量一下尺寸，一行大约1厘米高，宽约48厘米。最后一行应该刚好在反面钩织。小样行数也较少，省略了中间部分。结尾可以将线衣剪断，也可以不剪断，后面拉上来继续钩边。线2正常钩完，然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一点线头剪断，拉紧。这样主体就讲完了。接下来进行钩边，钩边是在正面进行的，用线衣钩织。首先将钩针穿入最后一行，边缘这个长针针目，取出线衣接线，可以直接将线钩出。如果没有断线衣，直接将其拉上来钩出。另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穿入针目，线头边钩边包裹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将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短针完成。右上方 V 字形的2根线就是对应的针目，继续在左侧相连的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穿入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。第2个短针完成，继续每个长针针目对应钩一个短针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长针针目位置。
完成后，在这个起立针上方挑2根线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，同一个入针位置，再钩一个短针。这里也就是拐角。接着，在每一行的侧边，穿入边缘2针之间的缝隙，分别钩2个短针。一直钩完最下方这行长针。具体大家也可以根据情况，在缝隙多钩或者少钩短针，确保钩完后织片平整即可。最下方一行对应的2个短针钩完后，在边缘长针的相同入针位置，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在拐角挑2根线钩织即可。遇到线头，边钩边包裹。接下来从第2个长针相同入针位置开始，每次在这样的入针位置分别钩一个短针。一直钩完起立针旁边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。完成后，在左侧挑锁针的2根线，同时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也是每行对应钩2个短针，将这条边钩完。最上方这一行的侧边2个短针钩完后，在开头第1个短针的相同入针位置，再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，穿入针目，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，引拔针完成，拉紧，然后针长断线。所有线头顺着织物的纹理藏好。这样钩边也讲完了。接下来需要制作流苏，固定在披肩的两端。流苏都是用线2制作的。首先剪2根30厘米的线头放在一边备用。我这里线头较短，将披肩正面朝上，找到任意一个拐角，钩针从正面入针，穿入拐角的几根线，
将线头对折，勾出，再将线头从线圈中勾出，拉紧，一个流苏就做好了。继续剪2根线头，间隔2到3针，我这里间隔2针，从短针织目中将线头勾出，再将线头从线圈中勾出，拉紧。又一个流苏完成。接下来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继续将这条边的流苏完成。流苏之间间隔针数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针数可能不是刚好均分，大致均匀即可。最后也要在拐角固定一个流苏，另一端按照同样的方法也固定好流苏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披肩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